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云飞。今天我又来到了户外，我想大家应该会有一个疑问，就是现在的这个摄影旗舰和以前的旗舰机型，它到底有一个怎么样的区别？于是乎，今天我拿来了我的小米10 Pro 和小米13 Ultra 来比一比它们俩之间，它们的差距有没有那么大，或者说小米10 Pro 和小米13 Ultra 它们俩的差距在哪里？我想这应该是很多人的一个疑问，所以今天我将来出一期视频，来给大家测试一下它们之间的差距在哪里。小米10 Pro 的原相机我们就别指望它了啊，我们上最新的谷歌相机来测试一下它和小米13 Ultra 差距有多大，或者说值不值得我们专门去为了这个摄影的套件去换一个手机。当然谷歌相机它肯定是有弊端的，就比如说它成像慢，然后发热量巨大，所以我们来试一试，在谷歌相机加持下，它们俩的差距能不能缩小那么一点，或者说缩小的更多。好，那我们开始，记得点个赞，然后关注一下。这里我提一句，小米10 Pro 使用的谷歌相机是最新的一个配置是 FV16一般机型通用配置，然后我使用的这个颜色模式呢是徕卡灵动，就是处于淡和浓之间的一个配置，然后大家来看区别。那我们开始。我们这个时候惊讶的发现，其实一眼看上去你还真看不出来哪一个是哪一个，但是如果我们标了这个角标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小米13 Ultra 的这个色温色调确实是会比10 Pro 的谷歌相机要好上很多的，至少我这个色温我是很喜欢。但是从这个质量上来说，一眼看上去真的非常不错但是如果我们从细节上看的话，它们其实打得有来有回。比如说这个杯子的话，其实是小米13 Ultra 会好一些，但是后面的这个哨子，咱们放大来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两者之间它是差不多的。好，我现在就是使用它们的2倍拍摄这些照片，也就相当于50毫米的视角嘛。其实有一个非常令我意外的点，它们在主摄这一边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就肉眼看来啊。我现在对比的是谷歌的是这个灵动，然后13 Ultra 这边的是一个生动模式。现在我切换到经典再来给大家对比一下啊。好，现在我们开始使用经典模式，然后现在就不对比2倍了，我们对比 3.8， 也就是75毫米的焦段。我们来看看它们的一个区别啊，其实好像差距也没有那么大啊。我接着给大家拍摄一些，甚至于这个小米10 Pro 还比13 Ultra 要好一些，毕竟加了这个谷歌的多帧合成嘛，就是颜色上其实就是一个这种差异，但是在细节上，反而10 Pro 的 3.8 倍会比小米13 Ultra 的这个75毫米感觉会好那么一些。咱们再来看一张，来仔细的对比啊。10 Pro 好像不用换手机喽。通过实际的对比，我们发现其实，咱们这个老机型小米10 Pro 还是有非常大的能量的，它还是有着无限的可能。当然不是说它的相机模式，而是要加上我们一丢丢的这个软件，就比如说是谷歌相机，加上我推荐的谷歌相机之后，其实它和小米13 Ultra 有一些照片它是打得有来有回的。就比如说我刚才拍摄这一张照片，其实不管从第一眼的这个画面来说，还是放大后的细节，它都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虽然啊，它这个拍摄的速度是比较慢，但是它还是拥有着无限的可能。这告诉我们，其实你没有必要说为了这一个你或许不太那么用得到的东西去买一台更加贵的这个旗舰。毕竟这东西我买它是7000多块钱的，而这个它现在估计只要1000块钱，或者说1-2千块钱最多了。虽然它的性能差一点，
拍摄的时候也会发热更多啊。但是这确实不失为一种方案。咱们大部分人购机的预算没有那么高，手里只有一台老机子，而又想要更好的拍照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个价格那么高怎么办呢？我建议你还是可以用自己的老手机去试一试，它或许加上这些附加的这些软件之后，它也许也有着不错的这个表现。那么，是不是这个旗舰机就没有必要去买呢？那当然也不是，毕竟它这个拍照速度，它没有用那么久的这个拍照时间，它直接这样一摁，它马上就出来了，马上就好了。但是如果我们使用小米10 Pro， 它拍摄一张的速度是特别的慢的，拍摄完成之后还要进行各种色调的这个调整，然后软件内部的这个堆叠处理，所以它的整个拍摄的速度是很慢。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个拍照的一个速度对比。这是13 Ultra， 这就2张了，3张了。这个是10 Pro 加谷歌相机，是用主摄拍摄的1张照片。好，我们等。其实得等它把圈圈给转完之后，我们才能点进去啊，不然的话是点不进去，会卡死的。所以说这2台机子它其实各有不同的需求。咱们预算足够的话，咱们直接就上小米13 Ultra， 它可以满足你很多拍摄需要，主摄、超广角到120毫米的长焦，它都能拍摄好。如果咱们预算不是那么足够，而且手里有一台老机型，就比如说小米10 Pro， 那么你想要拍摄一些好看的照片，只要不涉及抓拍，咱们使用谷歌相机，咱们还是能拍摄到很多非常不错的照片，而且它里面的风格也非常的多。我觉得这依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大家看完我这期视频有没有一点点收获呢？如果有的话，大家请记得帮我点个赞，然后关注我一下，我会继续产出一些大家感兴趣的内容。如果大家对本期视频的这些样片感兴趣的话，我也会在这个评论区或者说视频的简介把这些样片放上来，然后给大家对比，大家来看一看是不是咱们10 Pro 是不是还依然有着发光发热的一个潜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